一个消失的辉煌文明，一段淹没的古代历史。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今天我们聊一聊消失的玛雅文明。大家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呢都诞生于大河流域，比如古埃及是在尼罗河流域，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玛雅文明是一个诞生于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它的崛起和它的衰亡、消失都充满了神秘色彩。玛雅人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境内，基本上就是以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为中心，总面积约为30多万平方公里，大致上相当于中国浙江、江苏和安徽3省的面积总和。玛雅文明在拉美大陆上留下了高耸的金字塔神庙、庄严的宫殿和天文观象台，还有令人惊讶的数学体系和精确的天文历法。玛雅人的祖先从哪儿来的呢？可能来自于亚洲东北部。从人种上来讲，玛雅人属于东亚蒙古人，和我们中国人有部分相似的身体特征。在距今约2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呢，由于全球都受到冰期影响的缘故，大量的水被寒冰冻结，流入海里的水也大量的减少。那时候的海平面是低于现在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白令海峡就是现在的北美阿拉斯加与东亚的西伯利亚之间的白令海峡。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一座连接这2个大陆之间的白令路桥。当时亚洲的古人和动物都是通过白令路桥自由的来往于这个北美和亚洲之间。玛雅人的祖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在2万年以前通过白令路桥迁移到了中南美洲的。这一现象持续到了约12000年以前当时气温开始回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没了白令路桥，2个大陆亚洲和美洲的联系呢，在此以后就彻底断开了。据考古发现，玛雅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和2000年左右。玛雅文明呢，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前古典时期，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一些小的玛雅人村落逐步形成，他们是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然后呢，随着时间推移，玛雅人发展出先进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和梯田种植技术。第2阶段是古典时期，是公元250年到公元900年那些最初的小村庄逐渐开始扩张最终演变成成熟的城市。这些城市呢，有住房和农田，还有宗教中心宏伟的寺庙华丽的殿宇、竞技场以及公共聚集的广场。玛雅人建立了由一些大城市掌控的城邦，但是呢，没有形成一个中央政权。第3阶段呢，是后古典时期大约是公元900年到公元1500年。玛雅文明呢开始衰落。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呢，很多的玛雅城邦都开始崩溃，他们不再兴建大的工程，许多雕刻还未完工呢就被遗弃了。是什么导致了玛雅人的崩溃呢？考古学家也是众说纷纭提出了包括瘟疫、战争、干旱和环境恶化等等原因。但是在这个后古典时期呢，玛雅文明呢在尤卡坦半岛的某些地方还迎来了它文化的高峰，这就像落日的余晖。比如在乌斯马尔、奇琴伊察和玛雅潘等地呢，
都有很多玛雅人的遗址是在后古典时期建造的。这些地方呢，也成了玛雅世界的亮点。此外呢，在海岸地带呢，也有很多玛雅人的遗址啊。他们这些遗址呢，表明呢，玛雅人对海洋资源和长途贸易更加依赖。在16世纪初的时候呢，西班牙的这个征服者开始进入玛雅地区，与玛雅人发生冲突，许多玛雅城市呢被摧毁，而玛雅文明的遗产呢也遭受到破坏。西班牙人焚烧了很多经典的玛雅书籍，玛雅人被赶至山岭之间，有的被强迫学习西班牙语，并单依了基督教。今天的玛雅人后裔呢，没有能传承他们祖先的文明和知识。玛雅也是有金字塔的啊，而且有很多座。玛雅人的金字塔呢，没有埃及金字塔那么高啊，但是呢也很宏伟。古代玛雅的金字塔呢和古埃及的金字塔在建筑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埃及的金字塔的塔顶呢是尖的，玛雅金字塔呢却是平顶。在塔顶的台上呢还建有庙宇，一般是用来祭祀或观察天象的。这些金字塔至今仍耸立在七清一察、蒂卡尔、帕伦克和图卢姆等遗址中。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座库库尔坎金字塔啊，它坐落在这个古玛雅城市遗址七清一察，是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中东部。库库尔坎金字塔高约30米，四面呢有4座楼梯，每座楼梯有91个台阶。这样4座楼梯加上最上面的一阶，共365阶啊，就是91乘以4加1等于365，刚好等于1年的天数。另外呢，金字塔分为9层啊，整个阶梯呢又分为18个部分，跟1年由18个月组成相对应。玛雅人呢是把1年分为18个月。在台阶的两侧呢，有宽达1米的边墙，在墙的下面呢，有一个带羽形的大蛇头石刻，蛇头巨大，高1.43米，长达1.8米，宽呢1.07米，蛇嘴里吐出一条大舌头，看起来很震撼。这个金字塔的四面呢，各有52个四角浮雕，表示玛雅的1世纪52年。这座金字塔在建造之前呢，经过了精心的几何设计。首先呢，它具有惊人的精确度，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这2天日落的时候呢，北面一组台阶的边墙呢，会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弯弯曲曲的7段等腰三角形，连同底部雕刻的蛇头，这看起来好像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移动，象征着羽蛇神在春分时苏醒，爬出庙宇。这个幻象呢，持续整整3小时22分，分秒不差。每当库库尔坎金字塔出现蛇影奇观的时候呢，古玛雅人就欢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庆祝这位羽蛇神的降临。这个神秘的景观被称为光影蛇行。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没有大牲畜和运输用轮车的情况下，玛雅人却能够开采大量重达数十吨的石头，并且跋山涉水，一路艰辛地运到目的地，建成一个又一个雄伟的金字塔。另外，还有别的金字塔，最高的可达70米啊！这些金字塔都是规模巨大，施工难度非常的高。玛雅人在天文学、建筑和历法都有非凡的成就。他们很早就掌握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啊，
他们有好几套复杂的历法。第一套就是365天的太阳历，也叫哈布历，每月有20天，每年由18个月组成，合计360天，加上年末5天无名日，合计365天。太阳历是农民历的基础，每个月的月名呢是以季节和农耕事件作为命名的依据。古玛雅人测算出来，一年是365.242129天，和我们现代人用最先进的技术测出来的365.242198天只有一点点的误差，是多少呢？就是只相差0.0002天，只是大约18秒。第二套历法就是584天的金星周期历，是从地球观测金星环绕太阳一圈所需要的时间，一圈是584天，就是一金星年。玛雅人发现金星在8个地球年中恰恰走了5圈，就是说金星的5年相当于地球的8年，然后再重复循环。而现代天文学的精确观测和计算结果为583.92天，误差率每天不到12秒。这样小的误差和这样高的精度呢，是很让人惊叹的。玛雅人非常重视这套复杂而精细的历法，他们在许多的纪念碑和神庙的石刻铭文中都有记录这套历法。仅存的3部玛雅抄本同样有相关的记载。玛雅人还认为呢，金星周期历与战争有关，用它来占卜战争和加冕仪式的良辰吉日。玛雅人统治者呢，会计划在金星升起的时候呢，准备开战。第3套是长纪年历，简称长纪历，这是用于记录更长时间的单位，并作为碑文铭刻用的日期。长纪历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下几千万甚至更久远的日子。第4套是260天为一个周期的卓尔金历，也是最特别的一个历法。卓尔金历也是叫祭祀历，它是一个特殊性的宗教历法。在这个历法中呢，一年被分为13个月，每月20天，每年共260天，由20个神明图像和0到12的13个数字不断组合循环，就像中国的天干地支不断搭配组合，得到260种组合图案，代表260天。这种纪年法不是以地球上所观察到的某个天体运行的情况为根据测算出来的。据天文学家研究，在我们太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星球的公转周期是260天。那么玛雅人为什么会有一个260天的祭祀历法呢？在天文学家对金星的观测中发现，在金星和地球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小行星带，这可能是一颗行星爆炸后留下的遗迹。这颗在金星和地球之间存在的星球有可能会出现260天的公转周期。玛雅文明可能来自于金星和地球之间的这颗天体，只不过那颗星球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居民就迁徙到地球来居住。他们在自己的星球上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并且传给了玛雅人。奇妙的是，当卓尔金历轮回了73圈以后呢，正好和周转了52圈的太阳年历回到了同一个标记上，由此形成了一个52年的大周期，使得玛雅人深信历史会一再的重演。而那一天就是玛雅人最盛大的节日，要大大的庆祝，而且所有的宗教建筑呢都要重建。考古学家在发掘玛雅金字塔的时候呢，一再的在金字塔的内部发现更古老的金字塔神庙，一层层的相叠而成，每层之间呢相隔都是52年，就是52年是一个轮回。
以前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当时有人说古玛雅历法中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2012年12月23日将是世界末日。那个时候呢，这件传言呢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玛雅历法系统中的第3套长纪历。看一下这个表格，长纪历呢是以360天为一年，称为同，一年分为18个月，一个月称为纳同一个月有20天，一天称为金。它们的换算是1卡同等于20同等于7200天，1巴卡同等于20卡同等于400同等于144000天。看上面的时间单位的数字呢都很大。我们看这个表格中，有了这些计时单位，玛雅人就可以记录任何一个时期。具体规则是以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作为长纪历循环周期的一个开始就是所谓的创世日，到2012年12月23日就是一个周期的结束那么这整个周期是经过13个巴卡同就是5200同就是一同就是365天，那么就是5125年所以呢2012年12月23日并非世界末日它只不过是长纪历中的一个循环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循环期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纪历并不仅仅起始于公元前3114年，这个日期呢之前已经经过了若干的循环周期。有一点呢还要注意，就是长纪年历呢与我们的太阳年历是没有关系的。接着我们说一下玛雅人的数学体系。玛雅人呢在公元前4世纪就掌握了0这个数字算法，比中国人和欧洲人早了800年和1000年。不同于我们现代人所用的10进制，玛雅人用的是20进制。他们这个数学系统是20进制，就是因为玛雅的数学体系呢是以20进制计数法为基础的，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更高的计时单位。他们使用3个符号，一点一横一个代表0的倍型符号，就可以表示任何数字。类似的原理呢，今天被应用在电脑的2进制上。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它是怎样表达数字的。玛雅人高超的数学概念呢，让人惊叹不已。他们的这个数学平均数的准确程度呢，也是令人咋舌的。他们所掌握的天文知识可能也是依靠高超的数学技巧。刚才我们说了，玛雅在日历和天文上有非凡的成就他们把宇宙和天文的事情搞得明明白白的，甚至让人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明白，这么了解，因为这完全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能力。比如在奇钦伊察有一个被称为卡拉索的圆顶结构建筑，它看起来很像现代的天文台，尽管呢它没有望远镜，但它的设计与金星的运行呢高度契合，可以清晰地越过浓密的热带树冠观察星空。它建在巨大而精美的平台上与现在的天文台呢有些相似。它也是由一个圆筒状的建筑与上面有一个半球形的盖子相连而成，而这个盖子呢就在现在的天文台的设计中呢是天文望远镜伸出去的地方。这个圆筒状建筑的4个门刚好对准4个方位，这个地方的窗户呢与门廊形成6条连线，其中至少3条呢是与天文相关的，3条中有1条与春分相关另外2条呢与月亮的活动相关。玛雅的天文学家和宗教人士就是用这种观测台来观测天文，这个在1000年以前能够有这样的高水平的天文台是非常的令人惊叹的。
玛雅文字呢是象形文字，但它又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它更加复杂。可以说，玛雅文字是中美洲地区最成熟、最复杂的书写系统。它是一种包括了表音和表意字符的混合系统。大家知道，英语之类的字母文字呢是一维的，只有左右之分；中文的汉字是二维的，有上下左右之分。玛雅的文字呢是属于三维的文字，它不仅有上下左右之分，还有远近的差别。在阅读玛雅文字的时候呢，需要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近后远。玛雅文字呢有1000多个字符啊，其中常用的呢大概有500多个，它们呢部分是表音的，部分是表意的，相互组合构成了这种艺术性的文字。比如美洲豹这个词，玛雅语读作 balam， 可以写作一个美洲豹形象的表意字符，也可以用 balam 3个表音字符组成。玛雅文字呢一般是以2列为单位啊，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书写。每2列完成后呢，再从右侧书写新的2列文字，反复直到结束。对构成单个文字的多字符的书写呢，则相对随机，其最终的形态呢，受到这个书写的空间和书写者喜好的影响。目前所见，玛雅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石碑和陶器。大量书写在手抄本上的文字呢，因材料的易朽和这个后来殖民者的焚毁呢，已经无法见到了。最初呢，学者们认为大量石碑上的铭文都是对日历和天文的无意义的重复。后来发现，它们实际上书写的是各个王朝的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有呢一些重大的祭祀活动等等啊。玛雅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并且原始的社会啊，却拥有很高的天文知识和历法系统。我们刚才说过，玛雅的长书历可以涵盖漫长的时间，漫长到可以把人类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啊都轻易的包括进去。而用玛雅的计算系统来纪年，玛雅人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下几千万年中的每一个日子。玛雅文献之一的托兰斯丁古书上面记载着日食、金星汇合周期等等，但是谁也不知道古代玛雅人为什么能拥有这么正确的天文学计算。一个天文学家要想取得这样的数值和知识，至少要花上10000年以上的时间来做天体观测才有可能。在危地马拉的吉利瓜索发现了被称为石标的这个雕刻石柱，在上面呢记载了9000年和4亿年啊这样的文字。那么这些记载的年份，或者说这些巨大的年份的数字，是用于地球纪年的吗？1952年6月5日啊，人们在墨西哥高原的玛雅古城帕伦克的一处神殿的废墟里面呢，发掘出了一块刻有人物和花纹的石板。当时人们只是把这块石板当作是玛雅古代神话的雕刻。后来呢，当美国和前苏联都发射了宇宙飞船之后啊，人们发现呢，它看起来很像现在发明的火箭啊，或者说宇宙飞船，而且还是载人的宇宙飞船。这个图案中，锥形船的尾部图案很像火箭发射时的喷焰，还有宇宙飞船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啊，以及各种仪表都可以看得到。这幅图画的照片呢，被后来送到了美国航天中心啊，那些宇航专家看到的时候呢，啊，都无不惊叹，一致认为它就是古代的航天器。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说，就是在古代美洲热带丛林中可能来过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生命，他们走出飞船，交给尚在原始时代的玛雅人各种先进的知识，然后又飘然而去。
大家知道，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了美洲，西班牙人带来了火枪、刀剑以及天花病毒，这些对美洲的原始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但是玛雅文明的消失呢，并非西班牙人的到来。刚才我们说过，从公元900年这个时间点以后呢，玛雅文明开始崩溃，就是有点突然的从黄金时代跌落到谷底。大批的城市呢被废弃艺术品被损毁，人口也大量的减少。玛雅人好像重新回到了这个荒蛮的远古时代。那么要了解玛雅文明的崩溃的原因呢，就必须从玛雅人本身出发。考古证据表明呢，整个玛雅文明的衰退可能持续了将近1个世纪，不同地区的衰退的时间也不一致。在很多地方，当地的居民似乎是在某一天突然离开了，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解释，或者说今天找不到线索可以解释。有几种推测。首先，玛雅人的农业和环境管理方面似乎存在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过度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以及集中的城市化发展，使他们的生态系统难以为继。就是说，环境资源没有办法满足人口的需求，这种脆弱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崩溃。第二，就是玛雅文明当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集权帝国，而是他们更像古希腊的城邦制，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城市或者地区组成，彼此之间呢会爆发争夺控制权的战争，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等资源。历史记录显示，玛雅城邦之间的冲突在9世纪呢显著增加。玛雅的石刻面板上经常描绘被俘虏的敌人以及在战斗中被击败的统治者的名字。这种内战可能与粮食危机密切相关，资源的匮乏呢，促使各城邦相互攻击，以掠夺物资。在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启示录》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第三是气候的原因，就是说气候变化和干旱也是导致玛雅文明崩溃的一个原因。考古证据表明呢，在9世纪初呢，玛雅低地的地区呢经历了严重的旱灾，而这个时期呢正是玛雅人口达到巅峰的时期。旱灾呢就引起了饥荒，人口锐减。总的来说，玛雅文明的衰亡呢和消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气候变化、生态破坏、人口压力，还有内部的争斗，还有外部的入侵。尽管玛雅文明中断了，但玛雅人本身呢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多个地区。现代玛雅人口估计超过700万人。很可惜的是，很多玛雅人的后裔呢不认识祖先留下的文字，也没有掌握什么历法、天文的知识。目前对玛雅文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能只是1/1000，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呢，都藏在中美洲的丛林里边。关于玛雅文明，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再见。